本期分享如何自建 DNS 服务器，实现国内国外域名分流解析。使用我的这套方案，能够完美的杜绝 DNS 泄漏，同时在网速方面，你也能够感受到有明显的提升。本集视频是如何自建 DNS 服务器的实践篇的完结篇。如果你是没有看过理论篇的小伙伴，建议你们先看完理论篇和环境搭建篇，再来观看实践完结篇。这样你会对我的这套方案有更深刻的理解。喜欢动手的，希望提升自己网速、净化网络的小伙伴，建议你们先收藏，方便大家以后反复观看。当你完成了这套方案的实施，如果发现对你的网络环境有帮助，请帮我点个赞，你的鼓励是我最大的动力。Money Money Hom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频道主要分享各种网赚项目和网赚项目相关技术。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帮我点一个赞。如果你不想错过我的其他视频，就请你关注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免责声明，我分享的只是 DNS 服务器搭建的技术实现方式，任何使用该方案从事非法活动的行为与本频道和本人无关。下面我们正式开始如何自建 DNS 服务器实践篇的内容。4. 更新脚本的安装和使用。这里我们有一个文件夹叫做 script， 这个以后如果大家需要的小伙伴可以找我们的志愿者要我们这个所有的脚本的这个源代码。那这个 script 里面我先介绍一下，总共有这么几个文件。第一个文件 cleancache.sh， 这个代表的是说每一次重启 Smart DNS 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调用清除掉 Smart DNS 的缓存。然后这个 doc compose 是我们待会要安装 AdGuard Home 和 Smart DNS 的 doc 的一个源代码，也不叫源代码，叫配置文件吧，这样可能更专业一点。然后第三个 Restart AdGuard Home 代表它定时它要去重启，比如说我设置的是每天3点15分，然后我们会去重启 AdGuard Home。然后 Restart Smart DNS 代表说我们每一天定时去重启我们 Smart DNS 的一套脚本。下一个是 Update 国内的域名列表，这个 Domestic 是代表的是国内的意思，然后 Overseas 代表的是海外的意思，海外的一个域名列表。这就是整个文件的一个介绍，稍后我来介绍一下里面重点的几个文件的源代码。我们一步步来，我们先退回到这个 Media 下面，就是根目录下面的 Media，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 Smart DNS。新建完这个命令以后，我们拷贝脚本下面的 Restart Smart DNS 到 Smart DNS 的这个文件夹下面，同时呢，我们再拷贝 Update， 所有的 Update 的都放到我们的 Smart DNS 这个文件夹下面。好，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查看一下 Smart DNS， 当前就会有三个文件夹。那么我们先打开一下Domestic Update Domestic Domain List.sh 这个文件，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文件里面的代码的逻辑。这是一个 shell 脚本，包括用了正则表达式来做域名的格式重新定义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我们讲第一行，代表的是说我们专门从 GitHub 这样的一个地址每天去抓取这一份列表，而这一份列表我们打开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份列表它的格式是 server 等于0.room， 这个0.room代表就是域名，
然后后面的斜杠的 IP 地址代表是靠哪一个 DNS 来解析。换言之讲，它只维系了一整套域名，指定了某一个 DNS 来解析，而我们需要的是指定某一组国内的一组的这个上游 DNS， 同时并发的去请求，然后谁反应快，再交由 DNS 来判断，再交由 Smart DNS 来判断。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要去下载这份文件。第二个是我们本地存储的 GitHub 上面的 domestic domain list .config 这样的一个文件的一个路径，我们要把这个数据存到哪个路径，本地的路径下面。然后我们清洗过后的，我们真正 Smart DNS 可以调用的清洗过后的这个文件的路径是在这个 config 下面，在 Smart DNS 的 config 下面，然后会有一个 domestic domain list .config 这样的一个文件。第一步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定义我就讲完了。第二个我们讲是说我们要去清空当前 DNS 的一个配置，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读到我们的一个配置，读到这个配置把它清空，也就是说这一句话代表是说这个文件每一天在我们执行之前，我们要把这里面的所有的域名全部清空，以防止它有重复。好，下一个下载 GitHub 域名列表，这个时候就用到了 wget， 你看，然后我们会去下载，从保存到我们的本地的这样的一个变量里面，而从远端这个 GitHub file URL 去请求的。当如果下载失败的时候，我们这里会中断我们整个 shell， 同时会写回日志。当如果成功以后，我们会按照这样的一个正则表达式，我用的是 AWK 的这个正则表达式，去除掉其他的一些信息，然后我们得到的就仅仅只是它的一个域名的这样的一个列表，一个域名一行这样的一个格式。如果说提取失败的话，我们同样也会报错。最后我们添加的是我们整个这样的一个注释，这个注释代表说我们在开头我们就定义了我们配置文件这个到底是导入的是中国域名列表还是海外域名列表。如果是中国域名列表的话，我们在我们的注释文件头部我们会写上这样的一个信息，并且我们把整个日志都会写到这个 template 里面。最后当它整个完成以后，我们会把这个 template 再写回到我们的 Smart DNS file 这样的一个文件夹里面。这就是这个自动下载国内域名列表的这样的一份 shell 脚本的代码解释。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尝试运行一下。好，它这里已经提示我们没有 config 这样的一个文件夹。好了，我们同时呢，我们没有 wget 这样的一个命令。那我们第一步先去安装一下 wget， 运 install wget。有一些机器是默认的，我这个 CentOS 9它没有，有一些是默认就安装的。然后第二个，我们在当前的路径下面，它是没有 config 这个文件夹的，我们建一个 config， 然后我们现在再执行一次。好，这个时候已经就很快的完成了，大家看到我们进入 config， 然后我们看到会有两个文件夹，第一个是我们 GitHub domestic domain list .config 这个文件，就是我们刚才从 GitHub 下载的原文件，原文件长得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会看到我们清洗过后的，就是把这些数据全部清洗过后，稍后给我们自己的 Smart DNS 调用的就是这样的一份文件，仅仅只有列表。第二个，我们来解释一下海外域名列表的这样的一个下载和更新的脚本。海外域名列表，我们也打开这个。所谓海外域名列表，就是我们 GFW
屏蔽的域名的一个列表。这个列表也是定期会有 GitHub 上面的网友来更新的，所以它这里除了前面会有一个空格以外，其他我们都不需要去做处理，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列表。然后第二个是同样是我们把下载好的这个 GitHub 文件保存到我们本机的哪个路径下面，我们命名为 oversee GitHub oversee domain list .config。当清洗过后的我们这个列表，我们应该要保存到 smart DNS file 这个路径下面。同样的，也是首先清空这个文件，第二步下载。下载如果报错，我们就中断；如果不报错，我们同样是用的一个表达式 SED 的一个正则表达式来处理我们的原文件。当处理过程当中有错的时候，我们同样也会终止并且报错，提取域名失败。如果没有报错，进入到最后一步的时候，我们会首先写上我们的头，写到我们的文件里面 temp 文件临时文件里面，然后会把这个临时文件再同时覆盖到我们的最终我们 smart DNS oversee 就海外的域名，我们必须要用海外的 DNS 来调用这份列表，保存到这里。这是第二份文档，然后第二份脚本我们的代码解释，然后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update oversee domain list .sh。好，这个时候我们也做了更新，也做好了，然后我们看一眼 config 里面，同样的我们只需要去看到 GitHub oversee domain list .config 这个文件，这就是它的一个原文件，总共大家有看到有6196个，然后我们的 oversee 的列表长的是这个样子，我们有头，刚才我们看解释了那个代码，然后最后到我们整份被强的这份域名列表都在这里。这是第二份文档第二个脚本的解释。第三个我来解释一下 restart smart DNS .sh 的这个脚本我们做了哪些工作。用 VIM 打开以后，第一个部分我们定义的是我们的日志的路径，我们第二个部分我们获取到当前的系统时间，第三部分我们切换到 smart DNS 的目录，如果切换失败的话，我们会终止整个脚本的运行并且写入日志。第四部分的时候，我们只会去重启到我们刚才 doc 上一集目录的，就在 Media， 大家看好这个地方有一点搞，我们只会重启这一份 doc-compose.yml 这份配置文件里面的 smart DNS 的这样的一个 docker， 我们并不会去主动去重启 AdGuard Home。 为什么这样设计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上游应该要先重启，然后再让我们的 AdGuard Home 再重启，不能够同时去重启，同时重启会有问题的。如果重启成功，我们就会将重启成功的日志写入到 log file 这样的一个文件里面。如果失败，我们也会写入，同时呢，我们会强行终止这个脚本。这就是 restart smart DNS .sh 的脚本的一个解释。好，我们再回到上一集目录，我们解释一下 AdGuard Home 下面，我们应该把 restart 下划线 AdGuard Home .sh 这样的一个脚本放到这个文件夹下面。我们也看一看这个脚本，这个脚本跟 restart smart DNS 是雷同的，唯一的呢就是第一个是切换路径不一样，第二个呢是重启的对象不一样。而我们这里只会去重启到 AdGuard Home 这样的一个 Docker， 而 Smart DNS 我们是不会去重启的。好，这就是第四部分更新脚本的安装和使用。5. Smart DNS AdGuard Home 的安装。在
运行这个 doc-compose 这个文件之前，我们还需要去做一步，就是在我们 script 这个文件夹下面会有一个 smartdns.config 这个文件。这个文件我也解释一下，这是整个 smartDNS 分流策略以及怎么去获取它，并且缓存它的一个配置文件。我们一条条来。我们这里取的名字是 smartDNS， 然后我们会绑定2种域名这是我本机的一个配置我要根据我的 doc 来修改。我们先打开一下上一集目录，我们的 doc， 在这个 doc-compose 这个文件里面 ，smartDNS 只映射了1053这个端口 UDP 和 TCP 的，所以待会我们要把这个1053这个端口要放到我们的 smartDNS 这个配置里面，按照这个修改。然后53的我们同样也是要去服务这个端口的，全局打开。同时呢，我们会有证书，就是如果我们采用了如果我们采用的上游的 DNS 是 HTTPS 的，那我们就需要自己去制造一个证书，从而放到我们的本地。这是我家的一个证书的路径。稍后我们待会运行的时候，我们看看 CentOS 9上面它的路径是怎么样子。然后第4部分是禁用所有的 IPv6， 我们不会去做双站优选或者这种。第5步是缓存，因为我们是靠 AdGuard Home 来做缓存的，所以我这边都设置 smartDNS 都不缓存。接下来就是我们整个 smartDNS 国内域名和国外域名分流解析的策略的一个部署。这里我会打上马赛克。我家的宽带是中国电信的，所以它分配给了我2个 IP 地址的这个 DNS， 然后我会把它们归到 domestic， 就是国内的这个组里面。同时呢，去排除默认的这个组。第2个代理我也是这样设置的，添加到国内的这个组别里面。然后下面我们添加阿里的3台服务器，分别是 TLS 的域名解析和 HTTPS 的域名解析，都添加到了国内的这个组别里面。然后并且都要去排除掉默认的这个组别。同时我们添加了腾讯的2台 DNS 服务器 TLS 的和 HTTP 的。这里我为什么不采用这个 IP 地址的那种方式呢？就是我发现有些时候 IP 地址的那种方式容易造成 DNS 泄露，所以我这里都采用的是安全级别较高的 HTTPS 或者是 TLS 的这种域名请求服务。然后国内的还有最后一个就是360的，我也设置了一个。这就是国内组别，我会靠我的上游哪几个第一个是宽带服务提供商给我的这个 DNS 2台，然后阿里的我这里设置了3台，就是5台，然后腾讯的2台就是7台，再加上360的就是8台。也就是说，国内的域名解析当中 smartDNS 的上游服务器对应了8台服务器，而这8台服务器每一次的 DNS 解析都是同时发出去，然后由 DNS 自己来判断他们这些 IP 返回过来的哪一个速度离我们最快，然后我们就用哪一个 IP 来做我们自己的域名解析后的 IP。这就是 smartDNS 功能强大的地方。同理，我们定义了国外的一个组别，也就是说，当我们请求的域名落到了国外的 overseas 的那个列表里面的时候，就 GFW 强的那个列表里面的时候，我们需要将我们的
Cloudflare 谷歌以及 Cloudflare 的 1.1.1.1 和备用的 1.0.0.1 这2台服务器也添加进来。最后我们还有一个谷歌的 TLS 的这样的一个上游服务器，也就是说在海外域名解析的时候，我们是上游是靠了5台 DNS 服务来做解析的。最后我们讲一讲加载并配置分流规则。我们每一次我们从刚才我们已经用脚本用 shell 脚本已经生成好的 domestic 下划线 domain list 点 config 这个文件，每次加载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它归类归到 domestic 这个类别里面，这个标签里面。同时我们套上一个规则，什么规则呢？也就是说所有的 domestic 域名标签的都需要到 domestic 这个组别里面去做解析，而不会去跑到下面的 oversea 里面，只会在 domestic 这个服务器里面去做解析。而这个 domestic 对应的就是我们刚才国内的这8台服务器，比如说这一些，服务器，这就是我们国内的上游服务器的一个组别。相同的原理，我们对于国外的，我们刚才是读到了 oversea domain list 点 config 这个文件，读到以后我们套的标签都是 oversea 的。同时呢，我们的只要是 oversea 标签的域名，我们都只会去走 oversea 的上游域名服务解析，也就是我们现在定义好的这5台服务器来做解析。最后我们定义了一个，就是如果又不在国内的列表里面，也不在国外的列表里面，这个时候我们默认的情况下，我们的域名解析是用海外的，也就是说默认情况下我会使用国外的这5台上游服务器给我家里面的 DNS 做域名解析。好，最后我们再看一看对于日志的配置。这是日志，因为我之前要看一些细节，所以打成的是 debug 模式。大家真正以后在生产环境当中可以把它打成 info， 但 info 的话待会有一些日志出不来，就是在这里写成 info 就可以了。但是这样的话有一些日志出不来，我希望待会演示的时候让大家理解的更深刻一点，所以我这里先打成 debug， 然后日志的路径以及日志的大小和日志的数量，同时缓存以及是否过期以及超时的一些配置。这就是整个 smart DNS 点 config 这个文件我的一个说明。最后一步，我们需要把 smart DNS 这个配置文件在我们 script 下面的 smart DNS 这个配置文件拷贝到我们 smart DNS 的工作目录下面的 config 文件夹下面，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启动我们的2个 dock。首先是去拉取这个镜像，然后再生成这个容器。-d 这个命令里面-d 代表的是说我们需要的是后台运行。命令输入完以后点击回车就 OK 了。这个时候我们查看一下当前的一个状态。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 Smart DNS 是否安装正常以及运行正常。我们先查看一下 doc compose 这个文件。那 Smart DNS 接受的是1053的外部端口，所以我们需要用到1053来查我们这个1053这个端口来查这个域名的最终解析的 IP 地址。那么这里解释一下这个命令
dig 这个命令就是来请求 DNS 服务的。然后当前我们测试一下，我们解析淘宝这个域名，然后我们请求的是本地的1053端口的这个服务，看它是否有。那这边的窗口我也解释一下，这边的窗口因为我们运行在 dock 上面，所以我们需要敲命令 dock logs， 然后 smart DNS，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看到它的一个日志。当然如果你想连续看到的话，你就-F 在这个上面。我们尝试一下，已经返回了这个 59.82.43.239 这个 IP 地址给到我们当前域名解析出来的。我们搜索一下，因为它是一个国内的域名，我们搜一下 domestic。 好，大家看到当前我们搜索到的这个日志里面就有一条说，此时我们收到一条淘宝的这个域名查询请求，但是呢它最后走的是 domestic 的这样的一个 group， 也就是走的是国内的这个组别，也就是我们之前有讲到过的，我们对8台上游服务器进行请求，最终由 Smart DNS 计算出来离我们最近的这个 IP 质量最好的服务器 IP 给到我们，就是这个 59.82.43.239。 同理，我们尝试一下去请求一下 YouTube。 好，我们搜索一下，叫做 Oversea。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它查了好几个，是之前的，这个是我们刚才查的 YouTube 的。 YouTube 的时候也是收到一个 YouTube 的请求，然后它只会去请求 Oversea 的这个 group 里面的上游服务器，并且经过它的计算以后得到的是 142.250.197.206 这个 IP 是离我们当前主机质量最好的这个服务器的 IP 地址。这说明了我们当前我们的 Smart DNS 是运行正常的，也安装正常了。下一步我们来正式的安装这个 AdGuard Home。 虽然 AdGuard Home 已经启动了，但是它还没有进行安装配置。那因为它是网页版的，所以我们首先要从防火墙这边入手，先打开防火墙它的3000的端口，因为80的端口已经拿到了，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在 HTTP 和 HTTPS 那个地方已经放行过了。现在我们要添加一个3000的端口，或者我们直接就在这个地方改也可以。点击，我慢一点，我把窗口拖到最下面，然后我们点击这个 Default Allow HTTP， 点击这个链接，那这个页面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再点击 Edit， 这个时候我们把窗口滚到最下面，然后这个地方现在默认只有一个80，我们来一个逗号，然后我们写3000，代表说现在我们放行 AdGuard Home 的安装的端口。好，我们点击保存。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实例当中，把光标移到这个 Computer Engine 这个地方，然后有一个 VM Instance。好了，我们先拷贝这个 IP， 然后我们在我们本机的这个地方，我们输入这个 IP 地址，并且敲入3000。
好，这个时候就代表说我们已经访问到了 ADGuard Home 的安装这个界面，我们点击 Get Start， 或者如果大家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简体中文，我们点击这个，剩下的我们都不需要管，未来所有接口都是80都没有关系。下一步，然后这里我们建一个用户名，比如说我们叫做 Money， 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然后再点击下一步，然后点击打开仪表盘。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进入安装过程的这个时候我们安装过程就全部完成了。同样，我们把这里设置成简体中文，那我们输入一下我们的用户名和密码，刚才设置的。我这个因为是在公网上面，理论上来说的话，未来大家的这套方案都是部署在你们家内网里面的，所以应该安全性是 OK 的。等一下我会把这个 VPS 给删掉的。然后我们先设置一下这个 ADGuard Home， 点击这个设置，然后点击 DNS 设置。这个地方它是默认的给到了我们有一个这个 DNS 服务器。那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命令来做呢？我们应该是回到这个界面，回到我们的终端，然后我们去使用这条命令，叫做 doc network inspect medial DNS -net。这个DNS -net 是我们刚才自己定义的一个 Docker 的一个网络。那 Docker 通常来说，在网络当中，它会自己加上一个当前的它自己的一个前缀。我们这里因为在 Medial 文件夹下面，所以它是 Medial DNS -net。那我们先查看一下，在当前这个网络里面呢，我们的 Smart DNS 是 172.19.0.2， 然后 ADGuard Home 是 .3， 我们只需要去把这个内网的这个 IP 地址拷贝到，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删除替换掉，同时写上那个端口1053，然后我们并行或者最快都可以。其他的我们也需要去设置一下，类似于说后备的 DNS 服务器，我们也指向我们的 Smart DNS。同时重点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很容易造成泄漏，有一些人就不理解，我会把这个也全部删除，然后也填上我们上游的 Smart DNS， 也填上 Smart DNS 的这个地址和端口作为上游的这个解析。然后我们点击一下测试上游服务器，这个时候 DNS 是解析正常的，然后我们点击应用。好，那整个的 ADGuard Home 作为ADGuard Home 设置就完成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成功的将 Smart DNS 设置成了 ADGuard Home 的上游 DNS 服务解析。我们仍然回到 ADGuard Home 这个主界面，现在我们都没有解析，现在是0和0。那我们又回到这个界面了。刚才我们已经解析了2个，只是直接的通过 Smart DNS 来解析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不通过端口1053了，默认的是53。让我们换一个，以便我们好查询。这里我们搜索一下 Facebook 的域名查询。好，它已经反馈了 157.240.199.35， 然后这个我们就不查了。Smart DNS 这边我们不查了，查一下。那查到这里，在这里 Facebook， 然后走的是 Oversee 这个主编，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页面上面，这个时候它就有缓存了。
我们看一下 DNS 的查询，是由 AD Guard Home 首先获取了 Facebook 这样的一个域名查询，然后将这个域名查询转交给它的 AD Guard Home 的上游服务器，也就是我们的 Smart DNS。那 Smart DNS 经过我们之前设置的5个上游服务器，就是谷歌和 Cloudflare 的上游服务器，最后它计算好了以后，给到我们的一个精确的一个 IP 地址。那这样的设置就代表我们整个这套方案已经部署完毕了。6. 定时任务的设置，这个地方我们利用到 Linux 有一个crontab 这样的一个命令，这就相当于说是 Windows 的一个计划任务的这样的一个命令。然后我把我的计划任务复制过来，我们点击 A， 然后让整个编辑器进入到插入模式。我这里也解释一下，我们会在每天的凌晨3点15分去更新我们的国内域名和国外域名，然后到凌晨的3点20分的时候，我们首先会重启我们的 Smart DNS， 最后在凌晨的3点22分，我们会去重启我们的 AD Guard Home。当我们填完以后，点击 ESC， 然后再摁下 Shift 加 ZZ， 这样的话我们就保存好了。所以这个是整个的定时任务的一个设置。7. 成果展示。那我现在的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我家里面的 AD Guard Home 它的一个运行状态。讲几点。第一点是说，这个数字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很大，然后随着你的可能会有过百毫秒的这样的一个平均处理时间，但是当你的整个这个缓存足够的时候，基本上能够维持在65到40毫秒之间，这是我的一个经验。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你看我们的上游服务器只有一个，稍后那边也是一样的，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就是你不需要去顾及它的解析平均时间。第二个我想跟大家说，就是这个常规设置，我们点击设置，再点击常规设置，这个里面我的习惯，其他的我都保持的是默认的，但是我的习惯是日志和统计我都是保存成1天的这个地方，然后当大家选择完以后就直接点保存就可以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我们的黑名单，这里比较推荐大家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半条命，还有这个 Anti-AD， 这2个对广告过滤会比较有用。那这个地方稍后我也会让我们的志愿者把这2个地址可以发给你们，我们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下。我们点击过滤器，然后点击 DNS 黑名单，让我们添加一个黑名单，然后自定义，我们输入一下我们的这个，然后我们把这个文件名作为名字保存，这样就添加好了。我推荐的是这2个，我也会到时候公布出来，其他的就没有了。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的你们的这个 AD Guard Home 加上 Smart DNS 的这套方案就跟我是一模一样的了。大家看看，最后看一眼，这个地方也是它的上游服务器，并没有其他的哦。我这边再给大家演示一个东西，就是现在是我家里面的一个环境，然后我们去看一看我的浏览器是否有这个 DNS 泄露。
这里我会都打码的，大家只要看到我的当前的节点是新加坡的，然后我所有的 DNS 反馈都是新加坡的，并没有中国或者美国其他的地方的，代表的是说我们已经完全解决了 DNS 泄露这件事情。好了，到今天这个视频，我已经将如何自建 DNS 服务器的理论和实践都讲完了，内容很细，有些地方可能也做得不是很好，也希望大家在留言区给我指正。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下期见，拜拜。